今天我用《法华经》与人间菩萨行，到底它跟我们人间跟行菩萨道有什么关系？之所以我要这样说，是因为很多学佛者会觉得佛很好，可是呢，听完佛法之后，觉得佛是佛，我还是我。因为佛的境界实在跟我们差太多了，所以呢，只能仰望而遥不可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经文的内容跟我们人间是扣紧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佛陀所说的法真的是对我们有所很大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在人间怎么去转，怎么去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妙法莲华，为什么是莲花不是菊花不是牡丹花？为什么是一个莲花？它一定有跟我们人间扣紧什么样的关联就佛陀呢这个成佛之后，就是他悟道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执着妄想不能证得。但他最初的他想告诉这个华严的那个世界重重无尽、重重无碍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一个境界，可能听得懂的人非常的少。所以呢，他讲了这个21天之后呢，欧韩讲了12年，方等讲了8年，22年在讲般若。那么我们现在在什么？法华涅槃最后的8年，等于是佛陀交代很重要的他的思想。那这部经呢，它呢经题它的意涵跟经典的影响，下一页有看到有吗 ？OK 好，那它里面讲妙法，这个妙法，佛陀会说妙法莲华经最厉害，其他我说的全部都不重要，会这样吗？他突然间用这个妙法莲华经来含摄他过去所说的法，会三而归一，是指我所说的是佛陀曾经说有，讲因果有啊，好，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当然有啊。可是又讲空，为什么要破我们的执着的有，要讲空？那到底是有还是空呢？比如说佛陀讲初转法轮，讲四圣谛苦集灭道，可是后来又讲了12因缘，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他跟我们讲个原理。如果苦集灭道这样子的根器，就是你听苦集灭道，苦是果，集是因，你对世间的困惑不能理解，于是我产生了许多惑业苦，就造业而受苦。所以苦是果，业是因，集跟这个苦集灭是什么？灭是灭除这一切的烦恼，灭除这个苦需要什么？需要道那个方法。那于是呢，就讲了八正道啊，怎么样去真的叫一个快乐的人生、幸福的人生，要种对因啊。所以从苦集灭道，从苦集去反思，那我怎么去用道来灭苦？用有效的方式，有效的我们理解对生命的究竟的理解，然后不再造不对的因，我们不再受那个苦果，这样子来阐释。那这样的根器呢还不行，因为有的人呢，我为什么天生如此？我可能很多不能理解。那于是再讲一个12因缘，所以讲12因缘呢，哇，这个很多的这个听闻的12因缘的人，哇，原来这是一个原理，轮转有轮转。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周而复始的又来到这个世间，继续连续剧一直演，是因为我们没有懂那个原理啊。那个原理如果破解告诉我们，那个原理里面有个爱取有，因为我执爱，我就想要得到，好，得不到就忐忑不安，就觉得好，每天就觉得我就是要得到，就是真的让你得到了，你又怕失去。那什么最能感受？孩子亲子之间，
父母对孩子的那个爱，到老到临终都还挂念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看清楚那个原理，其实谁在造作，谁在让我们这样周而复始来到人间，事实上是往往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看透，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自己把这个我们讲说那个毛毛虫，它不是要破茧而出吗？它有一天它就把自己缠成这样，到最后破茧而出变成蝴蝶，有没有？那个在那个包在那个茧里面的黑暗，就如同我们没有智慧的生活在周而复始的那个不断的造不当的因，祸业苦，一直疑惑不理解，然后造业而受苦，然后就在那边相缠。我们就在那个寒的包里面，如果今天黑暗能够让我们破茧而出而变成蝴蝶，我们今生的苦都是值得的。怎么破？就是真的我们要去理解那个原理。如果今天我们理解的原理，我还要吗？看到法师品第10有没有？这是佛陀告诉药王菩萨，如果有人来，我们是把它念一下。若有人闻妙法华经，乃至一记一句，一念随喜者，我亦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记，于此经卷尽是如佛……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10万亿佛，悯众生故，生死人间。哇，来，你看哦，前面其实在10品以前一直在受记，受记佛陀的10大弟子都将来可以成佛，好，然后呢，受记呢这个500罗汉。好，都可以成佛，然后接下来又为这个学无学人受记，将来可以成佛。然后到了这个法师品的时候，这一句你读到这一句话，突然觉得充满了希望。各位，他意思说，如果你今天有听闻到妙法莲华经，乃至一句一句，你听到这个妙法莲华经，你就那个度孤起啊，好，不小心就睡着了，没有关系哦，你就。因为这一念随喜啊，我听到就欢喜耶哈！同时，佛陀就已经为我们受记，将来都可以成佛嘞。你有欢喜不？有没有给自己拍拍手哈？哎呦，那我刚刚超级值得的哈！你看，那我们平常在诵妙法莲华经，我们都不是普通的这些贵气水狗一根种下，好这种累劫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种下的善因哦。所以今天读《法华经》呢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我为什么再讲回来说会三？什么叫三？什么叫好？我们就说好，我们说四圣谛，好，对，就说12因缘，好，12因缘讲完，圆觉又讲4弘誓愿。我们看起来好像似乎有不同的脉络，但是不同的脉络，过去说啊，我是大乘佛教，你是小乘。其实不应该如此贬义，那是不同根器的人，然后你佛陀应机为他说法，所以为不知苦的众生告诉这世间有苦，所以知苦某一个程度上是好事，就怕不知苦，知苦才觉得哎呦，人生因为有苦，我要精进，我要去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受苦，他就会想知道因。然后我不再造那个不当的因，这也是好事。所以佛陀用这样的法，一步一步来告诉我们。最后到法华涅槃的时候，就说会三而归一。我其实目的说有说空，无非是要你们成佛。那个一佛乘，就是我要大家都能成佛，都能成佛。好。为什么佛以一出世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一佛乘，最后呢要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开启，好告诉那道门开示悟，就是我们要去悟去参去悟入佛的知见啊。最后呢一佛乘就我用一个譬喻，像开车一样，
我们有的时候开车偏右就你怎么一直往右？你往左一点呢？那你偏左你怎么一直往左？你要往右一点你到底是要我往左还是要往右？其实就是一佛乘，就是要你从这里通到彼岸。你过于不及，你过到右我就叫你往左，你过到左我叫你往右。你听到的是往左还是往右？我目的是要告诉你，直接通到彼岸。那一佛乘就是成佛，成佛。佛陀要我们所说的一切法，无非都希望我们成就佛道，这样子而已。好，然后呢，莲花，为什么不是用？为什么不是讲菊花、牡丹花？很多花，莲花是一个很特殊的花果并蒂，同时。我们怎么叫花果并蒂呢？我们通常是花掉了，果就现前。可是呢，莲花却是花跟果，莲子在里面，花在上面，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其实即因即果。其实即因即果，我们也不要太抽象。我们现在看，现在我们常说，现在是过去所带来的果。你那个贵体就种了什么因呢？我们现在是这个果。但是现在是果，就变成宿命论，那不是佛教的思想。佛教不是说，哎呀，认命吧，投降吧，那我就这样吧。你记个一缸过一缸，你脾气这么不好，没办法，我生出来就是安呢，那就没希望了，叫宿命论了。那你来人间干嘛？所以我现在虽然是果，但是我对未来而言，我是因的开始。每一天的当下，我是不是都在创造机会？我可以让我变好一点，让我的未来更好。我现在的因修好了，所以当下既是过去，对过去而言，现在是我的果；但是对未来而言，现在又是我的因。也就是在我现在的当下，既是我要接受我所必须要接受的果，但是我却不放弃的不断在创造新的因，好的机会，不断的在展现我更好的未来。所以佛教徒是积极的，佛教徒不消极，佛教徒是可以接受我现在的遇到的命运，遇到的种种的状态，但是我不会因为如此，我现在很潦倒，也许我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而选择放弃投降，反而是我要去种好的因，去改变，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美好。所以每天都充满了希望。来，我们现在可以听的，我们愿意每天都充满了希望的，请举手。哇，给我们自己掌声哦！太棒了。那于是呢，好，所以莲花因为花果并蒂，所以那莲花还有另外意思，出淤泥而不染。那个染跟净看似两件事，可是这个莲花偏偏如果没有那个染，它长出那个莲花，那种清净的莲花，别忘了它下面是污泥啊。那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的是我们在这个人间一定有那些坎坎坷坷的，一定也会有让你所难以接受的那种历程，亲情之间的煎熬，然后呢，或者是这个在你的事业上遇到一些可能让你觉得难以接受的人事物，但是这一些就变成了，如果就一个修行者来说，它是变成我们的肥料。你遇到那种难处的人，你才会发现到，哇，我看到一个对不对都没掉，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原来我慈悲不过就是幼稚园的程度还不行。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我们返回到自己的身上去看，从世间很多的苦难，其实是反观我自己的力量在哪里，我的程度，我的慈悲，我的包容，都不是在文字上，是在生活的验证里面。你生活，它教会了我，今天遇到这样子很难堪的事，我还能够
还能够真的叫做，哎呀，理解他、接受吧，然后能够去度过那个难堪的过程，或者是说很难以接受的心中的那种痛。我常常想，有的时候烦恼它意味着我们的智慧还不够，让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难以跨越的过程。那当然呢，经它是一个贯穿以成佛的道路跟方向。那讲经它有这部经，它有很多的场景跟瑞相。当时听众有100万人天，佛陀呢讲完，那是一个背景，就是佛陀讲完无量义经，入无量义三昧。然后呢，这时候哇，雨天曼陀罗花，天上下了很多的花，就像《阿弥陀经》里面雨天曼陀罗花一样。我们下雨要撑伞，如果天上掉很多漂亮的花，你的感觉会是什么？你觉得不用撑伞，好美哦，浪漫，对不对？但是然后6种震动，种种的瑞相。这个瑞相呢，佛陀呢要演说大法，好，看起来就是在背景，就是第一品就在从第一品就开始讲那个原来哇，开始有瑞相出现，然后呢演说语大法语，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演大法义。这个那这时候他们就问啊，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瑞相呢？好，那于是呢。对不起我就跳着讲重点嘛，就是说文殊菩萨就说，哎呀，过去这个我也曾经日月灯佛的时候，日月灯明佛的时候呢，也是如此，他也是讲完无量义经，然后入无量义三昧，然后呢，他出定之后呢，就受记就受记德藏菩萨为他受记，当夜他就入了涅槃。那这样子看起来这一位当时的日月灯明佛讲了这个妙法莲华经之后，然后传授这部经之后，他就受记完就入涅槃。那这样子场景看起来，佛陀似乎要跟我们讲完法华经，也要为我们受记完他这部大法，这部大的很重要的法要交代我们。好，然后呢有这样的瑞相出现。当时呢，这个文殊菩萨是当时妙光菩萨也就是传承着这个日月灯明佛，然后也不断的阐释着这个所谓的妙法莲华经，然后不断的传承下去然后最后一位这个成佛的就是一直传承下去，而且每一个人都一一的都成佛，听闻这部经，然后有一也都成佛。最后一位是燃灯佛。那妙光菩萨的800位弟子当中，有一位叫求明，这一位弟子呢，他因为呢他的这个善根，他最后他也是非常种种的供养恭敬那最后也是妙光菩萨就说，其实你都忘了，那是弥勒菩萨问啊，你忘了那个就是你啦你过去也跟这部经有这样的因缘，所以你今天在问我这部经为什么有如此瑞相，你当时就是那位求明那位弟子，那你也听过这部经，那当时候场景，我就是那位，就是文殊菩萨说他就是那位妙光菩萨，就是这样子一个好像一个回思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在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呢，舍利弗就一请再请佛陀，你快说，你肯定是你看现一切瑞相，肯定要有一部大法要来告诉我们你赶快说吧。结果呢3请佛陀呢都不说，这时候5000增上慢比丘比丘尼礼佛而退席嘞咱都要来讲这个这重要的呼唤，那5000个人就离开了那时候我读这部经呢，我就觉得哎呦好傻嘞！佛陀要讲大法，为什么跑掉？我一直在印度受三坛大戒的时候，才忽然感觉到哇，真的我感受到是有根器的不同我们在初坛2坛就是从沙弥尼戒叫比丘比丘尼戒的时候，要登菩萨戒的时候，也就是登完比丘比丘尼戒2坛正受之后呢，就有一群的沙弥尼就说我们要退席。那时候我们就很惊讶，为什么要退席？你明仔载给我们修菩萨戒啊呢？菩萨戒是这么重要呢？他们说不堪受，他们觉得不可怜，我们没有那样的程度去堪受那个菩萨法。后来定和尚为了这一群，就特别集合他们，再跟他们讲述这个菩萨戒是生生世世，这是为你种下这个大乘的一种种子，很重要。哇，就跟他们说完，
哦，他们才有的有一部分有留下来哈。所以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哇，堪受大法。这个各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耐受，就是我们讲说在药草品里面哈，药草浴的那个品里面就讲到大树有没有？你今天下雨下来的时候，大树根气比较更锐利的哈，然后攻击它来哈，根气比较锐的，它就马上接受，哎，全然接受。但是也有小草，它吸收的水分就很有限。好，一个听10股啊，绕高8股啊，出2股啊，那也没有关系哈，最起码出2股哈。那如果今天你通通都没有听清楚，没关系，妙法莲华经这5里当熊就怎样艺术哈，好，这最起码没关系哈。但是每一个人吸收的条件确实有所不同，也因此佛陀为什么要说不同84000种法门？因为真的根器各有不同。你知道哈？那所以呢，他说，那佛陀到底是以什么原因来出现在这个世间？所以这个法是为人间、为这个世间来说法。这里面我们的对象就是为谁？为令一切众生，为我们这样子一群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所以开启，如果没有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还在团团转呢。我以前小时候真的不能理解，来这个世间做什么？然后呢，人为什么不快乐？我还记得小时候小学，好，我爸爸去参加我的这个母姐会，好，回来也念了我。老师说你不快乐，你是都也不快乐。好，无互你巴肚枵着，好，出来拢逐天甲你照顾甲遮好，真的。我是觉得那个父母亲对我们的这种疼爱，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父母哈。但那时候的我会认为说，那我都有了这一切，那来这个人间做什么？这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大条，如果我是没有，我们就努力有啊，我要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但是如果都有，那人为什么不快乐？那个快乐是怎么去创造？当然，你讲你假扮修言，想加这点，可能会这样子啦哈。但是事实上，我们去追索，我周而复始来到人间，到底是我不要茫然的来到这个世间，我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再离开。所以我要开启，佛陀开启了我们。如果从苦集灭道能够开启我们认识，怎么样灭那个苦的方法。或者从12因缘了解了这个生死的一个原理，流转轮转的一个原理，因为爱而取而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有就会带给你很多的忐忑不安，因为你没有，你有什么好还乐的？那你有，你就会为他付出担忧挂碍，因为爱，因爱而生忧，因忧而生怖。若临于爱，何忧何怖？42章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这2天在思考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恐怖情人把他的爱的对象就把他杀了？一个就是他怕得不到，你是我的，或者他怕失去的恐惧，他的恐惧到极致就把他杀了。我没有办法接受失去你的那个恐惧。我觉得这都会带给人们很扭曲的一个行为，是很恐怖的。所以人不能理解那个原理，他就在周而复始的来困惑的绕。所以能够悟入佛的知见，能够入佛的知，所以我们要去悟。所以闻思修的思维哈，然后呢，再来呢，这如是实如是啊，这是在这个各位你们可以看到方便品第2吗？这就讲到说，佛陀在说法，他就说，其实啊，唯佛与佛乃能够就近的理解诸法实相。也就是说，佛的境界跟我们的境界是有落差的，对不对？那一定必然的嘛。那佛陀是觉悟的圣者，他看这个世间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像我们般若有层次嘛。
般若的1年级小学是建立正确的知见，明白因果。到了中学，般若的中学层次叫做看到缘起的世界。什么叫缘起的世界？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去上海，为那个几乎700多人都是各城市的代表，我就讲一个缘，就一个这个缘而已哈。我说我今天坐在现场，今天在现场据说有700多个人哈，但是在我眼里，这里有无量无边。那我讲完，我们家法师就开我玩笑说：“你讲这句话，大家会不会毛毛的？旁边还有什么人？”没有，我后面就说：“因为各位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而且呢，他们都是很多城市的有市长，有各个他们领导，每一个人都牵动了无数家庭。他下面的部属，每一个部属是不是都有一个家庭？”那也就是坐在这里700多个人，看似700多个人，是背后700多个家庭，更多的是牵动了无数的家庭，无数的缘。所以我怎么能不轻易的？我怎么能轻易的去看待一个今天的相聚呢？我怎么能轻率的去把你跟我之间擦肩而过的这个缘不当一回事呢？你很难说一句你给他的鼓励，你这个长官只跟他说了一句给他肯定的一句话，他开心到今天回家影响他家庭，今天快快乐乐的。有可能因为你这一句不当的言辞，让他3个月都爬不起来。所以我们怎么能小看任何一个擦肩而过的因缘？而我正在影响着你背后无数的因缘。所以到了般若的中年级，就我们小学跟中学好了，中学就看缘起的世界，看到缘起的世界这是一个因陀罗网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互相在牵动彼此的一个世界，使你也会影响我，我也会影响你，所以我怎么能不谨言慎行，去理解这个缘起彼此互相缠的、互相在牵动着的一个影响呢？所以到了中学的缘起世界，看的一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看一个坏人也不会认为他是绝对的坏，因为他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因缘。如果我们注入他的生命，就像我们走到铁窗去为这些受刑人给他们一些启发，一句话不就牵动了我们谈讲师带着他们读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方生，他就这样眼泪哗啦哗啦掉。他是曾经无数次进出监狱的，只有编号没有名字，可是呢，想不到一句话牵动了他。这个牵动的背后，他有过去世的因，对不对？过去所结来的那些牵动起来以后，哇，他的人生突然这一句话突然整个震撼，然后改变，然后愿意回头是岸，然后力争上游，去挑战他自己的极限，去重新拾回他的书本，他不再走不当的路，然后甚至呢，做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他妈妈说：“你如果早点遇到佛光山，我就很好命，我就会很好命。”他妈妈超烦他，有超烦。你看一个孩子如果强到进出监狱，你可以想象得到。但是他因为这样听闻佛法，改变了他自己，然后甚至他也牵动着现在无数的更多的人。他常常回到监狱去跟那些同学说，他说以前典狱长叫我是叫号码，现在是叫我老师。然后呢，甚至呢，他告诉那些吸毒的学生吸毒的那些人，这条路不当走。你看他告诉那些监狱说，我可以走出来，你们一定可以。你们知道那种力道，所以他也是我们生命教育的讲师。所以人们当你开始启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缘起，到了在上面就是往般若再往上走，就是空性了。那我现在讲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的原因，这个是诸法实相，如是相，如是性，有没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这个呢，你说你现在的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呢？哈，我大概用很稍微简单的想象一下哈，我们在看表象的世界是一个表象的世界，这个人现在脾气这样吗坏哈？不是，这个人怎么那么神经质？好了哈，如是相性，它背后一定有它的特质、它的体性、它的个性，对不对？如是相性体力，它也因为它有这种个性，它所展现的行为，好用很白话的说，它有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为什么说相由心生？是因为他平常所在想，跟他做出来，他其实有一些连带的一些关联。曾经也有人，有些年轻人就会挑战我哈，他就会说，那好人跟坏人同样做一件好事，结果一不一样。好，好人跟坏人同你看年轻人都问这种问题哈，那因不同，果看起来也不太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因很单纯啊，人家巴肚枵，赶快拿个便当给他吃，让他度过那个饥饿，他有饭吃啊，很开心。你当下就得到那种喜乐，因为你帮助了一个让他能够不要受饥饿之苦，有没有？那你当下你在做这件事，或者你起那个念头要做这件事，是一件喜乐的。但你说，那坏人同样做这件事，我说你所谓的坏呢，是因地嘛，哈，你拿了我的这个便当，嘿，你要跟人家说是我给你的哟，对，啊，你要跟人家说哦，是我哟，你莫恭喜把人喜哇哦，那他就很多啊，你怎么没谢谢我啊？好，搞不好3个月以后就你上次你吃我一个便当，你没有对我好一点，就他那个因就不纯。好，我们讲说不纯，不要说坏了，就是说他的因就不纯，所以他的结果一不一样，他会惦念着那个人欠我，他会认为说好，别人都应该怎么样对他，所以他得不到，他又会觉得会起嗔心哈。所以这些其实因不一样的时候，果真的是不太一样，你们可以理解吗？所以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其实都回到了这个人他内在的本质，你看到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会这样子的行为或这样子的造作，其实他背后是有他的故事。你们都还记得，全台湾都在抓这个人，只是大家说十恶不赦，哇，这个人坏到极点。于是有一些人就好奇去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性格会如此扭曲呢？哦，了解他背后他成长啊，他是被人家小时候被人家霸凌。他是一个很弱势的家庭，然后从小被人家嘲笑，他内心充满了愤怒，他充满了要报复。你想这样子成长的一个背景，他当然不会跟我们一样咯。所以在看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因为带来的那个业力不同，带来那个背后的故事不一样，所以同样的吃这一餐就是过堂，有人一面吃一面眼泪掉下来。感谢有一顿饭通吃。有的人一面吃一面今天这顿奈没给我什么这个素肉燥了，有没有给我多一个什么他就有挑三拣四，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层次那个背后，它其实有很多带来很复杂的，所以所谓叫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成就了今天的相，我们所看到的外在，而佛能够甚深理解，所以你能跟一个今天哪怕你看起来是一个很坏的人，在菩萨的眼里，他是在他的业力里面没有办法超拔。你除非他看到了他自己，他愿意从漩涡里面发现了自己，我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要改变我自己。就像最后他那时候有一度去做清洁工，那些小弟来看他，哎呦，大兄，大哥你哪给家？穿雨衣，穿雨衣穿雨鞋，在做清洁工。马上那个地方的角头拿200万来给他说你跟我回去，赌场等着你。你想那个时候的他有没有动摇？他那时候最艰苦的时候，人家在瞧不起他，他的家人也无法很多没有办法接受
他觉得在那个时候钱对他很重要。可是他想，如果我再回去，我又堕入了那个地狱。他形容的是一个地狱的世界。然后他说，枪是什么？枪，拿着枪是代表了他以前他说要看那个周润发，走路有风黑道那，他说那时候误导了我。他说他误导了他，他以为做大哥很老大，可是他发现原来那把枪代表的是内在的脆弱，内在的害怕。他还不是一把枪、2把枪随时带着，永远都不知道今天会睡在哪里。只有我不知道今天会睡在哪里，因为警察也就不会知道我会睡在哪里。你知道那种恐慌的日子，我要讲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菩萨在看一个人，他不会看他的相而已，他会看他背后的故事，会看他背后他带来的性格。我怎么样？所以一个人说改名字不会改命运，改性格比较有改命运。它是一个生命的轨迹，是因为我今天身口意的一个惯性的思维、惯性的行为，形塑了我一条生命的轨迹，也就叫命运。可是如果我今天不从我根本的，我们讲说所谓的我们的特质、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气，我们如果没有从那根本去调整的话，我很难跳脱出来，我很难改变我的命运。所以改名字不如改姓名然后我改这个名来看改运无不如改自己的脾气改自己的个性会可能实在一点那当然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说一佛乘跟三乘之别。就是声闻乘而言，佛陀讲四摄法，必知佛就你悟到12因缘，一个生命的一个原理，流转的原理，它能够最后成就辟支佛。当你行度6度波罗蜜行菩萨道，它都有不同的层次。但是佛以一佛乘为众生说法，无二亦无三，就佛陀所说的法，我没有那么复杂，最后其实都希望能够得到最后成佛。最后成佛背后需要理解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在经文里面讲到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从哪里来？要理解一切智，是知道诸法空性的道理。缘起，所以性空啊。什么叫缘起性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没有一个独一而能独存的。比如就是一个桌子，桌子也是从木头长起来，从一颗种子长的一棵树啊。种子为什么没有树？因为种子需要阳光、雨水、泥土种种的条件成为树，它为什么不会是桌子？它要经过加工等等的过程。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都是一个缘起的世界。当我看到了原来所以这个空不是没有，空是从有去洞察，它没有永远不变的有，它是不断的变异当中的，所以说是空。所以空无相，如果悟到空性的般若最高层的所谓的大学的层次，看到空无相就无所不相。这是杯子吗？你看起来是杯子，你会被它框住吗？你认为它只是杯子吗？在空性的智者来看，它不只是杯子。空无相，所以无所不相，它可以是杯子，它也可以是插花的器皿，可不可以？一个花瓶，它可以是一个你装置的艺术，它可以无所不相。你不会被有相的世界所绑住了，你可以跳脱出那个框架，所以创意就从这里来。所以大师可以让我们这里可以是一个殿堂，可以如果今天是办音乐会，它就是音乐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音乐会的会场。如果今天我们是佛光宝宝，在这边就变成了游乐园。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换了一批人，他来这里，我们说这叫我们就叫道场，在这边学道听闻佛法。如果换来一群赌徒来这边赌博，这里就不叫道场，就叫赌场。所以这个空间无所不相，无所不相，它是空性，不会被我们所局限，就看我们怎么妙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背后理解的空性，可以妙有一切。这就是一个所谓般若上等的一种理解的境界。所以当然不同的境界一切，所以一切智是从空性，道种智又要能够理解每一个众生的差别。所以
我们为什么菩萨道很重要？在座是会长的，请举手；督导或会长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哈。这些督导跟会长就最有感受，因为你每一个会员个性都不同，其实也不一定督导会长。你做爸爸妈妈的，请举手。OK， 好，做爸爸妈妈更有感受了，对不对？也有感受，最直接的嘛。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好，以前我妈妈跟我说啊，那四爷4个孩子都没赶快。我跟我妈妈开玩笑，我说那没赶快今后啊，啊那赶快生一个过后啊，生个4爷吼。你说不一样，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哈。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你的方式还真是有不太一样哦。好，所以同样的会长督导哦，他就会从这里边了知众生每一个不同的差别。有的你只能点到为止哦，你不能讲太多，他会伤到他的自尊心哦。有的人哦，你给他敲3下，他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嘞。真的有，这每一个根器就不同，所以一切智，道种智，最后成就一切种智，那个都是一步一步。所以修行呢，当然这是很庞大的。如果你说12因缘，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一个原理，轮转的原理，我看《法华经》啊，我为什么很感谢这部经典？我过去常常从小就觉得，哎呀，生命觉得很多的 question 都问号。可是当我读到《法华经》，读到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突然嚎啕大哭。我突然，当然哭完又觉得哈哈大笑。为什么？觉得好像你们觉得大家疯了哈？这是一个原理啊，这就是一个原理。你看什么原？大家有按到哈12因缘有看到哈？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啊？天哪！这世界不是什么神权来左右我们的命运。我那时候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我从神权的手上，感觉因为过去都拜拜嘛，好，因为民间的信仰嘛，哈啊，让爱搞辅助哈啊，那时候不是辅助叫拜神明，就民间信有拜五波比这样子哈。我始终觉得提供背啊，你怎么哈不太好？这个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或者每一个人的资质，或是我尽管我有很好的家庭，为什么有些家庭那么样的破碎，那么样的不堪？如果这些提供背啊，列得太不公平了，对不对？或者如果今天是上帝所创，那这样子实在落差太大了嘛？为什么有人家庭就这么优渥，有的人家庭那么苦哈？所以那时候看到这个12因缘缘起，就哇，我突然觉得让我很震撼，觉得它就是一个原理。我突然间找到了这个原理之后，我们从哪里去破解嘞？如果我今天从受爱取有，从苦受乐受，好不苦不乐受，受的当下。我不直取可不可以？你的爱着你的爱直取之后，你就会为这个直取的爱就怕就贪爱，你就会造成很大的一种期待，包括孩子对父母，或是父母对孩子有个责望，就是责备期望。你为什么没有照我对你那么我这么用心在爱你，你为什么没有？照我想告诉你的那样走，好，这些都会变成孩子会责怪父母为什么你不了解我，或者父母亲会觉得孩子你为什么没有感受我对你这么样的用心，这些都有很多，所以那个爱必然就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苦，然后接着我们就想要控制，想要得到，这控制权也是很可怕的，好，然后呢？那有了以后就会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又一轮一轮的哈，所以这个都让我起然。那这个《法华经》有7个很重要的譬喻哈，这个7个譬喻呢，其实3车我简单说就是这里面在第3品啊，就是火几根储备修啊，好被在着火了，那房子很大啊，那孩子在那边嬉戏在玩耍啊，那这个长者呢就我哪无感应给救出来，又不能让他们惊慌。着火了，惊呀，好，人家脚都软了哈，跑不出来哈，就直接呢用一个很善巧方便说，哎呀，我外面准备洋车、路车，你们最爱玩的好多漂亮的车子哈，好，赶快出来，我有好多礼物要给你们。所以小孩子哇，我要去拿礼物，咚咚咚咚咚就出来了。那这个长者是不是很有智慧？好，我不要打草惊蛇，不要让你惊吓，但我用这样子巧妙的方式。让你赶快处理那个火灾。所以我看这一段时候，其实我说
我几乎看《法华经》，我现在在看都觉得我在师父身上就是这么样在做。来寺院，寺院有什么好啊？请你吃好康的，有没有啊？寺院素斋有够好吃呢，来，请你来听音乐会，来，好，我们这里有好棒的好开心的园游会。以前啊，我都不懂，哎呀，干嘛那么忙啊？又要办园游会，又要办这个那个。后来发现，哇，那个真的是长者在羊车、鹿车、牛车，有没有？就是让你赶快来佛门，赶快来佛门。所以为什么说，哎，你喜欢唱歌来唱歌？年轻人啊，我就带。所以1953年大师就让他们来唱歌啊，唱着唱着，不就变成佛门龙象了吗？对不对？啊，那些长老们一个一个就唱着唱着就进来了。所以我让你开心。这是一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好，那个穷子玉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呢，小时候跟爸爸分散了啊，就离家出了糟糕怕我给，就孩子就走失了，这四处呢，就外面很沦落到非常的落魄，流浪汉这样子。结果呢，有一天他父亲呢找到，这个是好像是我儿子哦，可能有个胎记想象一下啦，哇，这个赶快把他找回来，这是我儿子。那个他一个那么有声望的，来跟他说，哇，你是我儿子，哎呦，我是一个流浪汉，怎么会是我是你儿子？当然不会去承认，我这么落魄，你要吓我哈。那这时候呢，这个父亲呢就很委婉的，就把自己打扮得一起就富豪啦，但是他就把自己打扮得这个很穷困啊，很潦倒啊，跟他一样在变扁瘦啊呢。我跟你赶快同事社，我跟你一样，然后呢，慢慢的亲近他啊。我这里需要有人来帮我打扫扁瘦进房来，你来啊！我需要这样的人，就慢的，一直到他慢的被提升了啊！你不只是你还可以做这个，还做慢的哇！我终于在告诉你说啊，你就是我走失已久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就这样子一个故事。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啊，都本来具足很富足的，就是我们本来都是应该说有了佛法，因为富二代因为佛陀传给我，佛陀是富一代的话，我们是富二代就是佛陀传给我们这么好的法，大师传给我们的法，可是呢，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可能就不能理解。所以觉得啊，你来听，你可以来参加。我现在举个例子我就农历这个7月份啊，我不是讲农历7月，就是7月暑假。我那时候在那个佛学院，那时候就印象深刻。就我们办那个青年活动营，那个青年啊，他说到佛光山有什么好，一定要来，带你们happy带你们这个夏令还迎我晚会带你们一定要来他们有的玩就来了。那来了以后呢，是不是慢慢的引导他？觉得同事社啊，年轻人快乐。这个5天之后啊，还有什么好玩的？有还有除了这个好玩的夏令营之外还有一个现在呢，这个寺院体验营，就体验一下他说那是什么？那个稍微让你们要去这个过堂一下体验一下过堂那还有呢稍微有点要上一点课那等到这个结束，他还是蛮喜欢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好玩的？有短期出家那会很难吗？稍微更难一点点你就慢慢引导他，然后呢，到他短期出家，他又觉得人就在这边一直生。我就想起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其实佛光山也广设一切的可能性，来接引不同的人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穷子玉，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法宝，可一下子给我们可能销售不了。哇，我听到妙法莲华经头壳讲啊，这是上面经中之王啊，我可能听不。有的人是不堪受，所以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慢慢来，一步一步来。那药草玉呢，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根气的大小，它吸收的水分就各有不同。化成玉就是譬喻，就我们讲，就我们它的这个譬喻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走到到了没有快到了，
啊，走走走，哎，快到了没有？快到了，快到了哈！啊，终于，我已经不拉杆，你不要让我已经没力气了哈。然后就说有，已经到了哈。啊，大家休息啊，吃好吃的啦，给大家吃一吃，休息一下。说好到了吗？啊，没有啦，其实还有一小段啦哈。就我先变现一个化成，化成说哇，真好哎，好，你们先来。哇，来了以后，哇，好棒哦，好棒了之后，那你感受到佛法的好吗？好，我喜欢学佛。你喜欢学，那就太棒了哈。那学佛，那我们这只是暂时的地方了哈，还有更好的学校，好，那就是让我们更好学校，就是将来有一天我要去极乐世界更好的学校，或者娑婆世界这一所学校，也是佛陀让我们在这一所学校学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呢，你在这边化成啊，这一个寺院好庄严，你还是要回到家里，去面对把你那个家呢也变成一个这么庄严的一所学校其实这里面都是有一些就是喘息一下再出发但是佛陀这也是一个善巧方便然后呢，细珠玉啊，真你们自己再去看。我依子玉，我特别有感就是师父的圆寂。其实我当时看依子玉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佛陀根本没有离开我们。那为什么呢？我在看依子玉，就是要讲说有一个医王，有一个医生，医治多少的病人，但孩子呢到处嬉戏，到处去玩，那玩到呢中毒。那回到家里呢，爸爸就说：“哎呦，你赶快吃我给你开的药那比较乖的孩子他就认真吃就药病就好了。可是有些孩子就很皮呀反正爸爸在啊管他的，我等一下肚子痛我再去找爸爸好了那就这样子一天过一天。他爸爸想说安尼开药回拢不爱吃安尼大家要扣啊安尼刚丢，所以呢这个爸爸就说我要出远门了哦好再见就出远门。出远门之后就带医生一个讯息回来说爸爸已经在外地已经往生了这时候哇孩子一紧张哇怎么办？那爸爸不会再回来，赶快药在哪里？药给都跟铁来用就赶快拿来用。就是升起稀有难遭难遇的想，就是今天佛陀示现涅槃，其实也是要让众生感受到稀有难得。佛陀他传个法就是没铁的药，那赶快把那个药拿来用否则我们会一直依赖佛陀如果天天在我们身边梁静佛陀有什么事情我们去找佛陀就好，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说师父我们去找师父就好了那师父呢他也是去旅行一下，那也是让我们要赶快独立起来我们要认真不能依赖性太重所以呢其实在讲这个依子玉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到原来涅槃也是方便示现那时候感觉到哎呀方便示现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也是让众生对法要更加珍惜更对于这个佛陀所说的每一个法，包括大师给我们交代的叮咛的，我们都会升起更加的珍惜所谓的开权显实开方便显实就近。有时候这就是前面讲了很多的例子。那受记呢受记可以你将来可以成佛所以为什么刚才给你们看法师品，今天大家都读了这个妙法莲华经就哇真的是都种下了佛陀给我们的受记然后呢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坐这个入如来室是在法师品里面特别讲什么入如来室大慈悲心，然后呢着如来衣，柔和忍辱，坐如来坐就一切法空那这里面也有帮我们讲身口意安乐行跟誓愿安乐行那这里面当然讲到了修持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为他人说，各位这有层次的不同今天你听到一场佛学讲座，我要来听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心那另外一种人说我要去告诉别人来听这又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不同的人。各位可以明白吗？乃至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乃至分伴坐，你邀请别人分伴坐，这样子你都有功德这个我现在不再多说，重点就是说你在这部经的不管是受持读诵，你解说或是书写，或是你为他人说，那都是不得了的功德好，然后呢
法华经》看人间佛教，它有它的实践性。我为什么为什么开权显实？这方便菩萨的那个方便智啊，是很重要的哈。为什么菩萨的方便智很重要？各位你们应该有听过，有没有？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有没有？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这个就是我们以智来学佛，但是我们以方便来一个善巧方便引导大家入佛的知见。我再讲一个有趣的，我去金光明寺刚开始啊，第一年呢、礼千佛过年了、我就很认真哦，在里面礼千佛，结果呢就听到小朋友在外面喊：“阿嬷较紧的啦！”孩子吵着要回家，我心里想：这顶小毛头那阿嬷、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在里面那么虔诚，你在外面给我吵，金家西后来我就想，我后来晚上我就反省，我不应该怪这些小朋友，因为我没有让他有的地方去啊。所以呢，我就突然想到，好，明年看我的哈，我就开始呢弄儿童乐园步步车、小火车、小木马，然后呢小朋友就玩到。像阿公阿妈说：“卡紧也够被瓦固了，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觉得这样就对了，让他闯关然后每次闯关的都有一个闯关的密码是什么？3好是哪3好？他们就要背给我们听他就会知道做好事、说好要存好心。其实这都是一种权巧方便，但是让他呢开心喜欢来寺院，所以呢喜欢来寺院就有机会啦，对不对？所以我就。这个就要实践性，要喜乐性。师父的人间佛教是学佛很开心的，是开开心心来学佛。所以你们知道吗？曾经有一个法师这个他说他出家的时候那是当时师父是院长的时候就呢他申请3次都没过，他就问大师院长，那时候是佛学院的院长，院长我条件这么差吗？为什么你都不给我通过呢？那大师说。你都没有笑容原来佛光山出家还要有笑容。后面这一段很重要。师父说，如果你学佛都自己不快乐，你怎么去告诉别人学佛有多好？如果同样的，就后面这段更可爱了。信徒在家里已经很苦了，来到寺庙看到一个苦苦的法师。你很走过来算了，我还是登去出来又没什么希望的感觉所以其实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就他后来就是就去反省他自己后来呢，他真的就改变他自己。佛法要入心，入心你就会转，面对很多的功课，你会从正面去看待这就是我过去生大概还没修过的功课，我今生又遇到了，我今生要好好的去用佛法去把它解套所以呢，它其实是师父鼓励我们，你学佛了之后，你会觉得每天因为既然是现在是未来的因嘛，来我们是因，那这样我们要不断的，一切都是新生的开始不断的充满了希望，那利他性，所以每一件事情思考都是想到别人。其实为自己活，有时候我现在举个例子，要你来读书你很难，有他不他马波兰垮了但是呢，说利他，你拜托你带这5个人来读这本书好不好？我告诉各位，你突然间开始画重点，我搞一个跨模型，慢慢叫人读过人听你一定会认真的读。所以呢，这个同理可证。如果你不爱读书，我都希望你发愿做读书会的带领人。这样子呢，你就会强迫自己读书这个是最好的方式同样的这个利他才会有道，才会有力道啦。就是说你那个愿力一旦起来，你就会超越你的业力。你每天一天这一天在家里，我有一天跟师父好奇就问一个问题，那是刚接佛光会2-3年，我还是不能理解佛光会师父为什么要那么忙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忙师父说忙就是营养，我还是不能理解。但是忙跟解脱会有关系吗？会不会能够因为忙而解脱呢？然后呢，师父就反问我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为这些事而忙，他们会忙什么？我后来想一想，我们的会长
都要忙着说，哎，通知这个礼拜要共修，你要来哦，记得要来哦。哎，这个礼拜有佛学讲座，你要来哦。好，哎，下次我们要去跑 veg run 哦，哎，你要给我找多少，然后去跑步哦。好，哎，要初10连署哦。我们会长每天都在想这些，对不对？哎，而且我们要赶快告诉别人要来吃素哦，要来听法会，要来参加法会哦。每天都在想着要利他，要成就别人。如果不是想这些，我们不是想3、4、5，可能就是讲5、4、3。一定要追剧啦，啊，还有什么啊？五戏杀就这啦，那个就会啊，这个三姑六婆就很多了啦，所以我们不做三姑六婆，我们是做一个3、4、5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有利他性，那当然有平等性。那我就希望赶快来看另外一个讲义，我恨不得呢用最短的时间给大家去思考这个呢。我们刚大约讲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呢，当然它只是一个概略那我想重新去走一遍娑婆，有没有？《法华经》与人间菩萨行有没有？它的下一章就是娑婆是修行者的净土还是秽土？有没有这一章？有。好，这个问题是要问各位，你觉得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是我们修行者的净土，还是五浊恶世？根气这么厉害，说是净土，说净土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蛮有地震啊、台风啊、五浊恶世的，请举手。哎，还是会有人嘛，好。如果我把修行拿掉，娑婆是净土还是秽土？你可能会说，它也许是五浊恶世的哈，就是看相对于这个是还没有修行者的世界，他就是看到的是凡圣同居嘛，有好人有坏人，有白天有黑暗，就是一半一半的世界，它是凡圣同居的一个世界。相对于恶鬼道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我们算是好命的，对不对？我们最起码不是在三恶道。那我们相对于他们，我们就比他们幸福多了，对不对？可是相对于我们在往上走，人天的这个天人的福报，甚至在往上，声闻缘觉菩萨，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楼梯，还要努力。那如果今天不是修行者，我们看到的，对有些人来说，这个世间太苦了。有的甚至很底层的世界、底层社会的人。就觉得，但是也很不一定哦。有些底层社是过得很安贫乐道哦，也有哦。有些很有钱的人也过得非常的苦哦。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就在没有修行的环境里头，他其实就随着他的业在转，所以他遇到的其实就依着他的业，善业恶业带来的这种果报，他就在他这个世界里面，就漩涡里面在转。那如果今天我们说是修行，我们既然是修行，每一个困难都会变成我们的资粮的时候，你如果知道病苦，你经过了一场病，你会升起一种不忍病苦，因为你知道那是怎么样的过程，所以你会升起一种慈悲心，会不会？师父因为饿过，饥饿过，所以他说我发愿有一天，只要有佛光山的地方都不能让人家饿到，叫普门大开，所以普门寺的名字也是这样来的。所以师父是饿过，他就知道饥饿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对菩萨，对一个修行者而言，所有的苦难就变成了我们的资粮，我们一个行菩萨道，在人间行菩萨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资粮。所以某个程度上，在这个娑婆世间知苦，你就想要离苦。你知苦想离苦的时候，那个想离苦的那个变成一种动力，就会想要向道。这时候知苦好不好？但是如果你今天知苦而不知道苦的因，只是一直想说我要去他方净土，可是我一直在偏偏的种苦瓜，然后一面吃苦瓜苦，吃苦瓜苦，然后就又一直在种苦瓜，然后一直说我不要再来了，可是你一直在种那个不好的因，我要去极乐世界，
可是我天天在，就像有一个台大的学生，有一次跟他们座谈，他说我不喜欢佛教，我妈妈念佛，一辈子都在念佛。我说念佛有错吗？有空就打小孩。我说好，我说我想认识你妈妈。我想那个可能妈妈可能情绪有时候要发泄还怎么样哈，但我觉得这跟念佛没有关系，只是念佛没有把那个念佛这个东西纳受在你的内心里头，让我跟佛是结合的。我要向佛的学习，我要学佛的那种慈悲柔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内化的部分没有，所以我只是嘴巴念，没有真的入心，这很可惜。所以这么说起来，染跟净，从染而生出净的清净的莲花。我觉得如果没有生活的历练，我们就很难去感受民间的疾苦。我过去我在那个书上有讲到，就是大师的身教言教有一篇文章，我就讲到说，我以前是一个很崇尚山林佛教，就要躲到山里面去修哈。然后我最记得师父问我你的心愿是什么，我说师父大师，那时候还是在家中，大师我希望我在山里面有一个小庙，不要太大，小一点哈，小庙不要有人哈。在里面修行，师父就这样子吗？这是你的心愿吗？那我就要讲说，如果我把那个当成是修行的话，我真的不知民间疾苦，我真的可能以为我已经在云端上，然后哎呀，看到芸芸众生，哎呦，人家爱东安内阿弥陀佛了哈。可是呢，自己完全真的是三脚猫的功夫哈。我后来发现呢，自己是不堪的，因为随便一句话就东倒西歪了。所以曾经有跟荣师父有一个信徒跟荣师父说：“荣师父，我今麦是就修行，不然你都没法脾气。”荣师父讲：“你是讲善短，我家里人这里人短，完全没有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样的程度嘛。所以你怎么不经过污泥而展出清廉呢？你那个忍辱的功夫在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个禅定是要旁边一堆的诱惑，然后百花丛林过，片叶不伤身就不错了。你还要百花丛林过，所以我很庆幸在人间佛教。如果没有在人间，我不知道苦。妙法之所以妙，是妙在哪里？妙在如何入尘而出尘，在这个染污的这个我们讲有这个烦恼的气世间，这个让我们必须看清楚，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生老病死，它在不断的变迁。所以在这个尘，就是入尘而出尘，妙是在可成佛那个法。关键妙法，妙是那个法，到底什么妙？是那个法在妙。好，我们来看，那妙法的法到底在指什么？对不起，前一章不住世间，不离世间，这是维摩经讲的，就是不住世间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执着，因为这个世间是变异的，是不断的变化的，所以你一旦执着，你就困住了。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很爱名牌，你的世界只有名牌，你看不到别人。你如果执着别人跟你讲一句好话或坏话，你就一直停留在那句话，你没有办法听到更美好的话。好，如果你停留在昨天，你没有办法走出今天的日子。所以那个不住的住是不要一直挚爱难行，不要一直驻留在那个地方，滞留在那个地方，而不离世间是你。不住世间，不离世间，是你不要离开你现在的生活。你不用离开你现在的生活，要去寻找一个修行。这个修行就在你每一件事情能提起、能放下、能自在、能大能小、能前能后，就在这里面淬炼我们自己。所以不离世间，这是维摩诘经讲的。所以妙法的法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诸法实相，彻底的觉悟有情世间与器世间的终极本质，我们一定要去看透。所以前几天有一个也是很喜欢听佛法的一个女士她因为她的这个
孙子哈，这个2岁，然后就往生了哈，当然很悲伤哦。我后来跟他说，如果某个程度上你这么想，你的孙子搞不好是一个菩萨来示现我们要赶快世间无常，我们要知道精进啊，我们日子不挥霍，我们不要挥霍我们的生命，不要挥霍我们的日子，每一个光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无常叮咛了我们要把握当下，要珍惜。所以它也是一个菩萨来示现。好，我们只要任何一件苦难，都把它转为它是一个叮咛我们，在提醒我们，好，教会我们什么，让我们从这里面不再继续浑浑噩噩的一天过一天。如果知道无常的话，你会发现到今天能相聚都是一种幸福，今天能坐在这里听一场法，多么的幸运。好，那所以呢，在我们能够更了解这个有情世间跟器世间的一个宗旨本质啊，但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本末，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的那个实如是，也是让我们不是从表象，是要看到表象背后的实相。当然每一个程度看的不一样，每一个人程度看的不一样，就是到了菩萨的程度看到世界。我再讲个程度不一样，我们没有学佛，到百货公司都是什么都想买，哎，这个永远少一件。好，可是呢，到了学佛之后，觉得啊，我不需要，我不缺，不需要。好，当然呢，你到了二乘人呢，这个就是二乘人，就是到了你的那个出离心很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都是多余的。可是呢，到了菩萨的不一样了，菩萨他是他因为他知道啊，这都出离心了，所以为什么说出离心的上面就是菩提心？他就说没关系，百货公司是什么？是我遇佛的好地方呢，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就把百货公司变成，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接引大众的一个道场？同样的，我也曾经鼓励一个我们的干部他在癌末的时候在病房，然后我跟他说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提起你的正念吗？有，师父，我都有念经，我都有认真在念。我说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你现在这个地方就不叫做病房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叫道场。你现在在这个道场，就现在你现在病床上，他就眼睛看着我说，对，这是道场了，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修行，看透这个色身的不究竟、无常、无强、无我，好，是很多零件组合而成的。好，你在这个地方去看透，然后你同时在用功的时候回向给你旁边的病人啊，这个一切皆回向，那你就在这边功德无量了。这里是你修行的地方，那怎么不叫道场呢？所以那个世界你突然间是改变了，所以我们的层次不一样，你居住的环境、你的世界这程度，真的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刚是会三归一的三跟一就是法，不能摒弃任何一法，不要小看。当佛光山在办园游会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哎呦，你们都是吃吃喝喝那么忙，好，都没有再好好的修行。有一个督导啊，就跟我说啊，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我在学四大菩萨。我办园游会的时候，我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慈悲。我办这一场，我的收入我要帮助弱势的那个助学，然后呢，给很多的孩子有读书的机会。啊，我要像文殊菩萨的智慧，我要学习怎么动线规划。那每一摊有多少的量然后呢，要邀请多少人来，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为什么呢？我要照顾更多，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所以我宣传赶快告诉更多人来。所以我照顾，与其照顾100个，我希望照顾1000个、10000个。我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的愿力无穷。那讲那么多都没有用，我要像普贤菩萨一样，要付诸行动，我才能去落实。各位，他有没有在修行啊？我们有没有在修行呢？我们怎么会没有在修行呢？如果说过午不食叫做修行，我们忙到过午还没吃饭，有没有？如果说早上3点半起床叫修行，忙到3点半还没睡觉，算不算修行？可是在我们心中，我们觉得只有成就大众，那是多么喜悦的事情。人间佛教就是如此，在成就他人当中完成自成就。所以不要小看
所以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佛光山是一个八宗兼弘的道场，正因为八宗兼弘，是因为我们不舍一众生。八宗事实上是后面聪明的人们，把它这个归纳，这个叫净土宗，就叫禅宗，叫律宗，就叫华严宗，这天台宗不同的。但是佛陀没有分门别类，他只依众生根器说法，所以才会我很受用。有一个欧韩里面有一个妈妈哭啊哭啊，在坟前一直哭，女儿走了。佛陀啊走到这个妈妈面前啊，就指着下面多少你的女儿，你哭的是哪一个？那个妈妈当下开悟。我在讲这个公案的时候，我曾经在内湖讲这个公案，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先生，一个老先生走过来跟我谢谢。他说我太太走了3个月，我一直走不出来。我刚刚用你这个故事问我自己，下面多少我曾经的老婆，我哭的是哪一个？累生累劫啊！我曾经做过多少人的妻子，我曾经做过多少的儿女，我哭的是哪一个？我觉得这段公案其实给我们重新的去思考：不住世间，不离世间，你还驻着在那个让你走不过的坎吗？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每天一样的阳光，一样的太阳升起。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过去的恩怨，一定要放下过去的放不下的那种痛，你一定要让自己活得过来，让我们自己新生的开始。所以行菩萨道必备的法，有佛法就有办法。很多人都觉得我挺有办法，这句话常常有佛法就有办法。我后来问他，那你的佛法是什么？修担子了，我要给我选跨买。所以重要的我们要有佛法，对不对？要有慈悲是佛法哈。然后呢，这个我们要理解苦集灭道是佛法，八正道是佛法哈。所以再跳过去，实如是就不要说了。一念三千，性具思想，我一定要讲一下。天台宗，因为这个《法华经》呢，它后来集大成变成这个天台宗哈。它里面讲到一个性具的思想，什么叫一念三千？我们去反观我们自己，从早上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脑袋一直在变化？好，就想到今天佛学讲座要去哦，可是要出门前落后呢，可不可以不要去？然后时而在那个脑袋里面就很多很多的念头一直出来哈，所以说各位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在给自己掌声，你们太了不起了哈。这个你们也其实你们也可以选择在线上哦，可是你们还是了不起跑来这里哈。但是这个一念三千还不是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念有时在一念当中，他随时就十法界具足的十法界。有时候我像佛，哎呀如此的平等啊。有时候像菩萨，哎呀，我对人都要利他。可是有时候嘟丢没嘟后，我真是给他累死啊那种就很愤怒啊，心中那种愤怒的那种情绪就堕入了恶道里面去了，有没有？好，我用一个公案，有一个师姐，她学佛很久，她人非常的好，可是呢，她跟我说，当她想到，她可以对任何人都好，但她想到她先生，她就无名的火就会给她起来。那她也跟她先生已经离婚了啦，她前夫人家她也没有，她后来就没有再结婚了。她说为什么？她说呢，我在最没有最苦难的时候，跟我先生一直打拼，到最后是终于家庭有一个家了，结果我先生就外遇了。她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背叛。后来呢，她有一天呢，哎呀，这个人熏习佛法还是很重要。她就听到佛法。有一天呢，早上起床。就呢，突然想，我等一下要去菜市场不行，我要先去。他是美术馆的义工等一下，不行，我还是要先做什么？就躺在床上这样子，不过3分钟而已，他脑袋呢出现一堆的，等一下要做什么？然后他突然坐起来，太可怕了！真的观心，真的心是不断的怎么样无常变化的，我的心是不断无常变化。所以相对的，我都是如此尚且无常的变化，我怎么要另外一个人永远爱我不变呢？那突然间
开悟了哈。那突然间心中那个石头就放下来了，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好，我就开始觉得我要为我自己，我不要再停留在那个恨意里面，因为我自己都发现我自己的念头都随时随地的，好一直在变化中。所以这个一念三千，其实性具的思想也如果套用在如果用唯识来看的话，你如果在这个你的念头阿赖耶识里头所那么多的仓库里面的种子，你是不是要不断的熏习善的正念，到你临终那一刻你还能够保有那个正念，很清楚的。我现在看到很多老人家，我一直在有时候在助念，我也在观察。我也曾经讲过婆婆，因为她一直都很善良很正面的看待，她到最后失智，但是她还会说一个什么谢谢谢谢，她永远都是好意的。她在90几岁开大刀，那个大脑要有一个瘤要拿出来，结果去看她的时候，她怎么跟我讲？医生对我就好诶，我头壳内底吼无好诶，拢摕起，基本出来拢好诶，剩下都是好的。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开个刀，我会这样想吗？我开了啊，基本医生对我讲好，怕弄摕起，基本出来拢好诶哦，多乐观呐、啊！转一个念而已哈。所以性具思想其实是告诉我们要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不断的种清净的、净化的，要来听闻佛法，闻法很重要哈。所以会三归一是三语意思，表示一个因材施教。佛陀的法是不断的依什么人说什么法，提醒他，让孩子喜欢来开开心心的夏令营给他玩。好，然后玩当中把法带给他，就好像你叫他吃个维他命，他不吃，但你有糖衣，像以前养乐多有没有？那其实有益菌，它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啊，喝下去可是甜甜的。那个药也是一样，你给他吃个糖衣，他就觉得一颗药其实是给孩子维他命哈。那其实都是因材施教，善巧方便，这我刚才也讲了。那这也后面讲破我执法执哈。空假中一心三观又是在天台中很重要的思想。他在讲一个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呢，破我执跟破法执，其实用一心三观来破哈。如果你今天呢能够有空观来看这个一件事情，这个桌子说它是桌子，但是一心三观，在一个二乘人角度，他说它不是桌子，它是缘起的暂时的一堆木头。那你说他说他是木头，你说他是木头，他也没错。但是你说木头，你怎么有问题啊？怎么木头？它明明是桌子啊。所以假空跟假，空是看到它不是持久，它不是永远不变的，它是不断在变异的，它会慢慢的坏，它会变异。所以我看到的是空的层次，但是我看到的，我要告诉你，这还是叫桌子。这叫桌子，你就叫桌子；杯子还是叫杯子。从假观去理解，我还是用一个假名，安置一个假名，让你理解。所以我们常用很多方式让你理解，但是它是不是真的那个名相的本身，其实背后不一定很准确的讲到位。所以你必须要从空性实相里面去理解生命的一些东西哈。最后善转法华，不被法华所转哈。这个是在慧能大师里面讲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我们希望呢，我们用法华的思想、法华的智慧、法华经今天带给我们的，无论你今天听到的是一念三千，或是这个一心三观，或者是怎么样的实如是12因缘都好，总之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生命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喜乐。祝福大家，阿弥陀佛。